今天超级外要进到沙丘的电影解析。沙丘故事描写1万年后的世界，卡勒丹行星上的 Atreides 家族接到皇上谕令，负责接管原本由哈可能家族统治的沙漠行星 Arrakis， 但在接管后却遭到了皇帝军团与哈可能家族的灭门。主角 Paul 与母亲 Jessica 幸存活下，加入了 Arrakis 的原住民 Fremen 人的社会，展开一场王子复仇记。故事一开始，我们就看到 Arrakis 星球上的香料斗争。香料是星际旅行的关键资源，谁掌控它，就掌握政治权力。哈可能家族在当地独占香料矿藏80年，富裕程度超过皇帝，但却时常遭到当地 Fremen 人的抵抗。沙丘里的香料就如同当今世界里的石油。香料跟石油都有一个特点，它们都是潜在的生成物。香料源自沙虫的分泌物，沙虫可以吃掉人类、卡车、各种东西，分泌出来的排泄物变成香料。换句话说，香料其实就是被沙虫吞噬过后的骨骸。同样的，石油也是史前生物的骨骸，在地下数百万年高压变形的结果。但是香料跟石油都是潜在的资源，必须透过探勘技术才能找到。这让香料跟石油成了生态哲学家 Timothy Morton 所说的超物体。不同于传统的自然物体，森林、海洋就在那里，可以被看见、开采、利用。超物体的分布是随机不可预测的，不能在时间空间中定位，所以每当发现一个新的油田，都会让全球能源政治产生变局，也会为当地居民带来灾难。2010年，英国石油公司在墨西哥湾的钻油平台发生漏油事件，执行长 Tony Hayward 却说，跟广大的墨西哥湾比起来，漏油量算少的，大自然会自行吸收。这就是用传统物体观念思考石油时会遇到的极限。因为作为超物体的石油不会乖乖待在墨西哥湾，超物体可以随机散布出去，污染人类与非人类。墨西哥湾附近的居民在漏油后就开始产生视觉病变，就像在沙丘里暴露在香料的空气中过久的 Fremen 人，眼睛都变成了蓝色。超物体的存在提醒我们，人不可能自外于生态环境，恰好相反，超物体可以进入人体，成为人的一部分。香料不只是星际旅行的燃料，也可以用来扩大感官知觉。Paul 在意外中吸入香料后，就开始经历幻象，看见过去与未来。同样的，石油加工而成的塑胶被抛弃到海洋后，变成塑胶微粒，被海洋生物吃掉。海鲜最后又进到人类的肚子里。我们以为石油存在于外面，但石油其实都在我们的肚子里面。我们早就跟超物体融为一体，所以我们不能再说周围的生态环境了，因为我们就是生态。讽刺的是，作者 Frank Herbert 在1965年写作《沙丘》时，是要警告世人生态危机的到来，但《沙丘》出版后，却引发了美国社会对殖民太空的想象。美国 NASA 的登月计划有一部分就是受到《沙丘》的启发，试图寻找月球上的矿藏。也是在同一时期，1960年代，沙烏地阿拉伯开始大量开采石油。当时气候科学家早已发现石油会造成暖化，但石化企业为了利润，对这些报告视而不见。这种帝国经济与帝国的生态无知，在沙丘里展露无遗。在第一次的香料探勘行动中，新来的 Atreides 家族不晓得机组如何在沙漠中运作，不晓得香料其实就是沙虫的排泄物，也不晓得在沙漠中行动会引来沙虫，而必须向帝国生态学家 Kyans 学习。对 Kyans 博士的依赖，凸显了帝国统治者的生态无知。You know what will happen if I don't get spice production back on track? I'm not here to take your part. Arrakis has seen men like you come and go. 在原著小说里，Kyans 博士甚至清楚指出，要让 Arrakis 富裕出绿地，只需要维持住3%可以形成碳化合物的绿色植物，就可以创造出自给自足的生态循环系统。Arrakis could have been a paradise. The work had begun, but then the spice was discovered. Suddenly, no one wanted the desert to go away. 就像当今石化产业刻意拖延绿能政策一样，沙丘里富裕绿地的计划也被香料帝国阻止。Atreides 家族原本也想利用 Fremen 人的生态知识 Mining spice, keeping the Fremen in their place, we'd be no better than Harkonnens. No, by making an alliance with the Fremen. 但是在遭到灭门后， Paul 跟 Jessica 被放逐到沙漠里，意外加入了 Fremen 人的群体。首先是接受 Fremen 人的挑战，战斗到一方死亡为止。但是加入群体不等于成为一个真正的 Fremen 人。Your blood comes from dukes and
great houses. We don't have that here. Here, we're equal. Men and women alike. What we do for the benefit of all. 在这里，我们看到了成为 Fremen 人的关键是跟团体成员发展出一套平等意识。在这点上，沙丘作者 Frank Herbert 其实受到了阿拉伯哲学家 Ibn Khaldun 的启发。Ibn Khaldun 认为游牧民族生活在极端环境，容易发展出社群的群体意识 Asabeya， 过着平等互助的生活。但是群体中总会出现渴望权力财富的少数人，这些人就会利用群体意识，号召人们离开游牧生活，到其他地区定居，建立国家都市，这就是文明的起源。但是都市变繁荣后，就会扩张成帝国，开始出现阶级不平等。为了避免被外族入侵，国家就必须征税，建立军队，结果反而导致民不聊生，民怨四起。立国者当初所仰赖的社群感消失，这时另一批拥有社群感的游牧民族就可以进攻都市，推翻前一个王朝。所以日耳曼蛮族进攻罗马帝国，蒙古人进攻阿拉伯帝国，整个人类文明史就是一再重复这个循环。在沙丘里，男主角原本过着定居形态的生活，享受都市文明的繁华，担任王室继承人。后来离开文明社会，加入 Fremen 人的游牧生活，才开始学会平等的社群意识 Asabeya。最后利用这种社群感号召革命，推翻腐败的哈克能家族。但是当 Fremen 人掌权后，他们也开始被都市生活腐化，建立新帝国，失去当初的社群平等意识。沙丘的故事仿佛体现了伊本·哈顿的历史哲学：人类历史就是对阿萨贝亚肯定又否定的永恒循环。Poe 在号召革命时的这句口号，在原作里用的是阿拉伯语，这其实是阿尔及利亚独立战争时对抗法国的口号。这场战争在沙丘出版前3年发生，原作者 Frank Herbert 刻意引用这句话，也可以把沙丘里的 Fremen 人设定成阿拉伯民族，就是因为那个年代许多重要的反殖民斗争都是发生在伊斯兰国家。但是在电影版里，由 Poe 所引领的战争却是把伊斯兰民众塑造成迷信、没有主动性的圣战组织，只是被动的崇拜白人救世主。These people have waited for centuries for the Lisan al-Gaib. They see you. They see the signs. You see what they've been told to see. 这被许多阿拉伯裔的影评批评是典型好莱坞丑化伊斯兰的手法。在这点上，沙丘具有跟阿凡达一样的故事结构，都是外来的白人压迫者，原本抱有殖民计划，却在意外闯入当地原住民社会后，被当地文化改造。I will show you the ways of the desert. 带领被压迫者一起反抗殖民政权，仿佛被压迫者不能够自发的反抗一样。明明 Fremen 人自己就会骑沙虫，为什么要等到 Poe 出现才能够带领他们打一场胜战？但是沙丘跟阿凡达不同之处在于，揭露了所有殖民政权传播迷信时都会被人看穿。I won't be fighting for him. I'm fighting for my people. 女主角轩尼从一开始就看穿这是姐妹会的计谋，因此部分保留了被统治者的主体性。但是在沙丘的帝国斗争中，其实关键的力量既非 Atreides 家族，也不是 Fremen 人，而是非人类的角色沙虫。沙虫的力量才是各方角力的中心点，人反而是处于被动的角色。哈克能家族受姐妹会嘱咐，必须要留下 Jessica 的后代，所以试图利用沙虫的力量，让 Poe 跟 Jessica 自然死亡。Atreides 家族的 Poe 则必须通过杀虫仪式，才能真正成为 Fremen 人的一员。Shai Hulud decides today if you become Fremen, or if you die. 帝国生态学家 Kyans 则是召唤杀虫与敌军赴死，在死前展现了 Fremen 人的杀虫信仰。I serve only one master. His name is Shai Hulud. 在这里，我们看到了生态学家 Fikret Burks 所说的神圣生态学。许多原住民社会里都存在文化关键物种，在生态系中发挥关键功能，因而被赋予人性或神圣性。例如，加拿大东部的克里族认为，动物知道人类在想什么，如果猎人展现出诚意、尊敬，动物才愿意奉献出自己。所以狩猎成败不在于猎人，而在于动物要不要给你狩猎。不相信这套伦理的猎人，最后就会空手而归。所以一个优秀的猎人，不是因为他有高超的技术，而是因为他懂得互惠的伦理。在电影《铃芽之旅》中，
新海诚就为日本311大地震做出了一个神圣生态学的诠释。地震的力量是源自往生者世界的蚯蚓，这种蚯蚓跟沙虫一样都没有个体意志，只是自然力量冲动的展现。自然界有自己的灵性，而连结神圣界与人类世界的桥梁就是梦境。 Do you often dream things that happen just as you dream them? 这解释了为什么许多原住民社会都非常看重梦。当加拿大 Anishinaabe 的原住民耆老被问到怎么知道草药的知识时，他说在梦里看见了异象，梦见一只熊走过来，给他某株植物，告诉他怎么调配出草药。知识不是人类自己发明的，而是有灵性的动物传承给人类。大臣、あんたもしかして今までも後ろ戸が開いた場所に案内してくれてたの？ずっと。这种神圣生态学早期被视为迷信落后，直到过去20年来，才被学者发现是有生态功能的关键物种。沙丘的作者曾经跟北美原住民 Quileute 族生活，教他如何捕鱼，辨识不同的植物跟鱼类。正是这些知识启发他写成了沙虫的神圣生态学。在这些例子里，我们都看到了自然具有独立于人的自主性。这种神圣生态学恰好跟帝国生态学形成对比，不再把沙漠香料当成资源剥削，而是用自然中的神性对抗帝国的奴役。等等，到底什么是帝国？在沙丘里，每个星球的帝国都由一个家族所统治。但是为什么在1万年后的未来里，人类社会会退回到了封建制度，由皇上家族帝国掌控？经济学家 Yanis Varoufakis 预言，我们当今的资本主义开始转向科技封建制，全球财富由少数科技业资本家掌握。在不久后的未来，人类社会的资源就会由少数几个家族掌控，祖克伯家族、比尔盖茨家族、马斯克家族。资本主义将变成几个大氏族的市场争夺战。另一方面，沙丘所描绘的帝国是外太空的星球都被少数几个家族殖民，人类已经无处可逃。哲学家 Hart 跟 Negri 就认为，在苏联瓦解、网际网络出现后，全球资本主义就成了一种不存在外部的帝国。不同于以往，资本主义有一个帝国中心，还有一个反抗帝国的外部。当今的资本主义是完全去中心化，不依附任何稳定的工作场所。网络接案让人可以在任何时间地点都变成劳工，线上支付让人可以在任何时间地点都变成消费者。当今的劳工就像游牧民族一样，哪里有短期合约就去哪里赚钱。在沙丘里 ，Paul 从封建帝国的形态被迫转向游牧民族的生活，就像掌握资源的资本家突然变成了劳工阶级。但这种身份转变恰好让 Paul 可以转换视角，看见帝国的开发与战争，如何把一个星球变成一座废墟，少数垄断资源的人如何让多数人承担生态灾难的后果。这样一来，沙丘就变成了一个警示预言，当代人要如何在资本主义的废墟中找到活着的可能性。 I see possible futures all at once, and in so many futures, our enemies prevail. I do see a way. There is a narrow way through. 要如何在沙丘里重新找回绿洲？人类学家 Anna Singh 发现，1945年原子弹摧毁日本广岛后，在废墟里出现了一种新生命——松茸。2战后，美国允许合法砍伐森林，伐木企业大规模破坏森林多样性，复制高价品种树木的计划却以失败告终。但在伐木企业离开后，神奇的事情发生了。奥瑞冈州被废弃的土地上开始长出松茸。热爱松茸的日本人投资数百万，花了几十年研究如何人工栽培出松茸，至今都找不到答案。为什么在资本主义的生态灾难后，松茸却一次又一次的生长出来？科学家发现，这是因为松茸的生长仰赖多物种的共生关系。松茸需要寄宿在松树上，松树又需要菌跟真菌供应彼此养分，而松树要传承下一代，又需要吸引鸟类来协助播种。这一整套的跨物种关系是过去千万年来共同演化而成的。但是资本主义看不见多物种的共生关系，只想快速得到经济回报，结果反而无法培育出松茸。松茸因此展示了一套抵抗帝国的可能性，用跨物种的结盟抵抗资本的逻辑。就像在电影《我是传奇》里
主角跟他的盟友德国牧羊犬 Sam 一同在末世中对抗僵尸，挽救人类文明免于灭亡。还有在阿凡达里对抗采矿企业的战争快惨败时，阿凡达星球上的各种物种加入战局，合力对抗资本帝国的入侵。而在沙丘里，费尔曼人跟周遭生态环境就是一种跨物种的结盟。沙虫是主导反帝国战争的第一线主力，费尔曼人为了避免惊扰沙虫，会调整自己的移动形态，而圣母仪式则仰赖小只的沙虫分泌的液体。当人食用完沙虫的液体后，又会进化成新的人，出现新的感官能力。沙虫、香料、生命之水、人类这种多物种的盟友关系，让沙丘不同于其他的生态末世电影。疯狂麦斯里的生态末日是一场争夺水资源的斗争，不存在其他物种的主体性。银翼杀手里的生态末日则是把主体性让位给人造人，质疑自然界的真实性。但是沙丘不只强调物种之间的多元结盟，也暗示了人类自身就是多重来源的混合物。 You inherit too much power. No, because I'm a Duke's son. Because you are Jessica's son. You have more than one birthright, boy. Poe 的存在本身就是一个混种。Poe 是男性，却习得了姐妹会专属女性的能力，又喝下了只有女性才能饮用的生命之水。在沙丘第4集的续集《God Emperor of Dune》里，Poe 跟 Shani 生下的儿子甚至会跟沙虫合为一体，成为一种新的混种生物。这就让我们从神圣生态学转向了共生生态学。哲学家 Donna Haraway 就指出，人的生命构造本身就是跨物种相遇所留下的共生系统，而不是人类祖先靠自己一步步适应环境演化，把自己打造出来。例如人的粒线体其实是古代的好氧细菌寄生在细胞里互利共生，在演化过程中没有被排除出去，而是留在细胞里共同演化。或是人的肺部其实跟鱼标是同源的，但人却遗忘了自己有一部分的鱼。人的 DNA 里更是包含许多外来病毒的密码，就像沙丘里的 Poe 一样，是多元的混种存在。人是透过跨物种的相遇、感染、共存，才一直演化到现在。所以人其实更像是一群物种组装起来的共生体，掺杂着远古时代的各种细菌病毒。不管资本主义在人类史上带来多少废墟，跨物种结盟的力量依然会持续出现。松茸与松树、沙虫与费尔曼人，还有人类体内的多物种共生演化，都为我们打开了想象力的空间，意识到自己就是跨物种的存在，学习如何与各种生命形态共生结盟。在资本主义把我们的星球变成废墟之前，用跨物种的结盟瓦解帝国。留言加分享这支影片的脸书贴文，就可抽在世界尽头遇到松茸一本。本集影片由频道会员赞助播出，也欢迎您使用超级感谢或是加入频道会员，支持超级 Y 创作更多影片。